虽然中国官方一直强调经济稳定增长，但现实却表明，中国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滑。最近，上海和北京的商业地产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萧条景象，预示着中国经济可能正在步入崩溃。上海商业地产空置率不断攀升，租金大幅下降。据媒体的报道，上海商业地产业主表示，由于不盈利企业的关闭，非中央商务区的购物中心和零售店空置率可能大幅上升。一家大型国企地产开发商高管透露，几乎所有租户在续租时都要求降租，有的甚至威胁如果房东不降租就直接关门。可见，在消费疲软、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，上海的房东不得不面临降租的巨大压力，才能支持商户艰难维持生存。一家上海浦东新区面的馆老板表示，如果租金不降就只能关门，因为在销量下滑的情况下，靠现有的每月3万元人民币的租金无法维持收支平衡。不仅如此，在上海甲级写字楼市场，由于供过于求，平均租金也出现了惊人的下滑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底，上海甲级写字楼的平均租金同比暴跌了 6.3%， 跌至每平方米每天仅7元，刷新10年来最低纪录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上海非中央商务区的商业地产空置率在短短1个月内就猛增了 0.6个百分点，达到了 12.2%。房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联行预计，今年上海非中央商务区将有10栋新的购物中心开业，这无疑会给本已萧条的市场带来沉重打击。与此同时，在激烈的抢租战中，新建的购物中心已经在疯狂割肉，提供大幅度的租金折扣来吸引商户。仲量联行的数据显示，去年上海非中央商务区的平均租金就已经大跌 4.2%， 跌至每平方米每天仅 16.8元，并预计今年将继续下跌。北京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。据世邦魏理仕的数据，截至去年底，北京商业办公空置率高达 21.7%， 不仅刷新了14年来的最高纪录，还比1年前飙升了约4个百分点，显示经济正以疾风暴雨之势倒退。王府井、金融街等北京的传统核心商圈都出现了惨烈的租金狂跌。据仲量联行统计，北京甲级写字楼的平均租金在1年内暴跌了 8%， 跌破每平方米300元大关，创下10年来的最低点。具有象征意义的是，北京地标建筑望京 SOHO 已变成了一座空城。有记者实地探访发现，这里曾经熙熙攘攘的商业区，现在门可罗雀，停车场空空如也。曾经热闹非凡的购物中心和写字楼，大多数店铺已经关门歇业，墙上的转租广告无人问津。走廊里到处张贴封闭警告，昏暗的楼宇让人感觉正在经历一场核爆级的经济寒冬。一位管理人员透露，望京 SOHO 的大面积空置已经持续了至少1年之久。整个北京都弥漫着一股消费萎缩和经济衰退的气息，市民收入减少，外出消费明显变少，许多商场和商铺不得不早早关门歇业。中国商业地产遭遇的打击还远未结束。据世邦魏理仕发布的最新数据，2023年底，中国全国商业办公空置率已飙升至 24.5%， 比1年前增加了 1.6个百分点。与此同时，全国各城市的平均租金也出现了 1.1% 的负增长。除首都北京外，一线城市上海、广州和深圳的商业办公空置率也分别达到了 19.8%、18.2% 和 20.9%。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出现了办公室租金普遍下滑的局面，空置面积持续扩大。所有这些数据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人们，中国经济正步入衰退，前景黯淡。空置率上升，租金下滑，所有具有远见的企业都在缩减经营规模，裁员减资，股票和楼市趋势向下，消费市场冷清，
就业环境恶化，这是一个经济正在崩溃的国家应有的全部景象。一位大陆经济学者表示，商业地产的凋敝完全反映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困境。在经济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，企业亏损、倒闭，人们收入减少，就业艰难，普遍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。房东和商户不得不共度难关，才能苟延残喘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波中国经济危机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。日前，跨国银行集团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在迪拜会议上表示，中国正面临一场信心赤字危机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人们对中国的信心正在急剧流失。可以预见，如果中国继续坚持其挂倒档再踩油门的经济政策，而不是尽快重新开放，重建市场信心，中国经济只会雪上加霜，前景会变得更加恶劣。中国商业地产和办公市场的颓废，只是这场危机的冰山一角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更大的经济滑坡和社会危机还在后头。在商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，国内民众对工作和生活前景缺乏信心，收入下降，就业压力大。而国外投资者和企业也担心中国市场前景黯淡，出现了撤资和抽身的迹象。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最近表示，中国经济放缓使中国经济过热，修复期延长，对日本经济增长势头影响很大。因为中国占日本出口总额近 20%， 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。由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，日本对中国相关投资可能会下降。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，有 16.4% 的在华日企计划从中国撤资或转移产能，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市场需求减弱，日本企业担心中国经济前景。与此同时，欧美企业也在加速从中国抽身。据媒体统计，今年头2月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下降了近50%。澳大利亚政府数据显示，2021至2022财年，澳大利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对中国投资比重从 23.5% 下降到 17%。更令中国担忧的是，台湾企业对中国投资意愿也在减弱。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统计，2022年台商对中国投资金额仅56亿美元，不到疫情前的1/3，创近20年新低。中国经济下行，使得台商加速布局中国+1战略，将订单转移到东南亚等地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头11个月，台商对越南、印度等投资大增，巨大的投资转移潮无疑对中国经济造成新的打击。在国内方面，中国民众和企业对经济前景也日益悲观和焦虑。随着各类迹象显示，中国可能陷入衰退或严重经济危机，人们担心自己的工作、生计和储蓄都难保，前景难料。调查显示，2023年中国城镇人口对就业的担忧感达到了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，普通民众收入下滑，生活变困难，恐慌情绪蔓延。据报道，近期多地出现取现、抢兑等现象，银行提前关闭自助设备，限制大额取款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即便中国放宽了房地产政策，也无法扭转市场观望情绪。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，没人敢贸然进入房市，房地产投资、销售继续下滑，导致相关产业雪上加霜。可以说，中国民众和企业对经济的信心已经蕴藏着危机，也在加速崩溃。如果中国不尽快重启经济，很可能会让局面雪上加霜。下一步，我们需要继续观察中国各项经济数据和民生动向，因为还会有更多迹象表明，中国经济步入衰退甚至崩溃的大概率已经成为现实。